刘晓庆、何赛飞和刘嘉玲这一段讨论催婚的内容，真是给我们看的笑乐了。话说我妈真的没机会和这几个老姐姐一起出去玩吗？我们都想和这几位老姐姐一起出去旅游了，真是看得人身心舒畅啊。他结了婚还是找不到工作，又多一个人怎么办？多了一个人还怀孕了，又咋个办？怀了孕生了一个还来一个，你又咋个办？你不要生了2个女儿，又想要个儿子，又催着他，然后再来一个儿子，结果又不是儿子，咋个办？这天他们是来到草原，体验的旅游项目是当地牧民的生活日常，而这个旅游体验项目自然是当地人自己开展的。在体验了一系列捡粪、赶羊项目之后就在吃饭喝茶了。接着一群人和牧民聊起来了。请注意，这位老牧民此前就简单介绍过自己的羊群，他养了大概1200多只的羊。虽然说羊的价格随着季节有起伏，当天正好有人来买羊，100只羊，这位牧民的利润就有4万多块了。而这次旅游项目的接待者其实是牧民的儿子，所以在吃饭喝茶的环节，几位老姐姐得知老板卖羊的生意其实做得不错，看你儿子好像也到适婚年纪了，什么时候结婚啊？很眼熟的老姐姐们例行催婚环节吧。此时我们是替这位小哥捏一把汗的，也确实他爸爸急于让他结婚的心理应该和大多数父母差不多，说儿子不结婚自己很着急，儿子都快30岁的年纪了，孩子不成家父母就有完不成的任务，孩子结婚了父母就不用操心了，太经典了。朋友们，这个看不见的任务此时在这里出现，就问在座的耳熟不？但是我们也别急，这位爸爸说的自己的任务真的很具象，他的意思说，如果儿子结婚，自己这么庞大的养羊生意就可以给儿子了，自己就不用操心了。从这个角度说，这个爸爸的任务好像还蛮具体的。那老姐姐们也疑惑了，他不结婚，你也可以给他这个生意啊？大叔说不，他急于让儿子结婚，还因为觉得儿子现在花钱大手大脚，如果结婚有老婆了，就有人管着了，那样他才能安心的把生意给他。这个想法我们也不评价了，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好比这位小哥，其实想不想和当地姑娘结婚，想不想接受爸爸的生意，还另说呢。话题到这里，老姐姐们开始发力，给人看的爽到了。了解到小哥的想法，老姐姐们前赴后继的赞同。我们庆姐就说，结婚很冒险，不找个喜欢的人在一起，婚后柴米油盐那么多细节，就容易有矛盾，如此一来婚姻也未必那么美好啊。老板还是那个观念，儿子结婚自己就可以不管他了。刘嘉玲觉得现在你儿子就很独立啊，也没让你管啊，大学毕业硕士辍学回家乡搞旅游业，很有想法，一个青年吗？养羊大叔直接道出真相，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羡慕，在拿我的家的店，这2年花了100多万，他继续不结婚，继续这么花钱，我以后怎么过日子？总之在大叔的心里，只要儿子一结婚成了家之后，就有担当了，且有帮手了，不一定还像现在这样无头苍蝇似的。于是我们庆姐出马了，真想拉着庆姐在我们催婚的亲戚中间走一圈，难道这说服力还不够吗？结了婚还是找不到工作，又多一个人怎么办？多了一个人还怀孕了，又咋个办？怀了孕生了一个还来一个，你又咋个办？你不要生了2个女儿，又想要个儿子，又催着他，然后再来一个儿子，结果又不是儿子，咋个办？接着事情就到了我们期待很久的一个争论了。何赛飞站出来说理解这位大叔，觉得他代表了中国式家长乃至全人类的想法的，就是人类生命要延续，当然要结婚，不结婚生命如何延续呢？这话单听真是有种我们爸妈催婚的风采。但此时何赛飞说这个话，我们要细品，一来他只是在这个语境里表达理解爸爸的想法，二来真要论到何赛飞身上，姐的后才也说了，他就是觉得生命要延续，至于男的女的都是延续生就行。据说姐的孩子还是跟自己姓的，那他来说这句延续，我们也是一个大大的尊敬哦。传宗接代这几个字呢，繁衍后代，传统的说法。我的本意没有男女之分，只有是孩子有下一代，这样是一个好事，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刘嘉玲这里和她争辩的观念就很符合我们当下的大部分年轻人的想法了，那努力的人就去努力，不想努力不想延续后代的就不用努力了呗。后采他说的是不觉得每个人都要去做固定的事情，尤其是当下，为啥要按照别人的想法来做自己的事呢？看这场讨论，我们就是真想和这帮老姐姐一起玩。有时候我们认为的所谓的过时的观念，其实反而就是最简单质朴的。比如顺着这个催婚的话题，刘嘉玲问俩同行的小弟，你俩这年纪谈恋爱没？如果要结婚的话，女朋友有啥条件吗？俩圈内小弟听得战战兢兢，可不敢说自己谈恋爱，更不敢聊结婚了。宁静倒是很懂，嗨呀，别聊，谈恋爱可不是这些男演员、男爱豆敢聊的。刘嘉玲直接一个大疑惑，不谈的吗？假的吧？我们是觉得姐真敢问，不过在姐看来，就是一个很寻常的疑惑吧。
不谈恋爱，你生理上没这个需要吗？问到了很具体，这怎么可能呢？你不要睁大眼睛说假话。接着俩小弟就解释，现阶段是觉得事业比谈恋爱重要，再者喜欢他们的观众也不想看到他们谈恋爱，所以干脆不谈了。老姐姐表示震惊，你爸妈都管不了的事，观众给管了，不让你谈你还真不谈了，我不信。一些内娱生态给到几个老姐姐的冲击，给我们看了笑乐了。这个档口何赛飞出来发言，更是给人笑劈叉了。姐这个话自然是没错的，姐这个愣头愣脑的发言更是相当可爱的。观众的这种爱是否正确，也会通过历史、通过时间来检验的。你既然爱他，你就让他过得幸福，对不对？你看着你属于你，你又捞不到，摸又摸不着，你干什么呢？对不对？还不让他女朋友、男朋友的。目前为止，我们看何赛飞的快乐几乎要超越我们庆姐了。姐爱美会打扮，还知道给自己整假发、高颅顶呢。一个彩蛋是，姐在捯饬这些的时候，我们庆姐在旁边大吃特吃早餐。俩姐真是不同层面的，绝不亏待自己啊！现在实行高颅顶哈，什么时候不实行高颅顶好看呀？啊，我不喜欢，我最家的扁扁的。我喜欢高颅顶，你看，其实没几根头发，但它本身是拱起来的。哦，后面稍微如果要加也加，不加也不要紧。何赛飞减肥都减得热情洋溢，活力四射。试问谁不想有这么一位旅游搭子？小姑娘背着一只小箩筐，清早光着小脚丫，他们天河什么河山岗，才模糊的。老姐姐们出门玩为爱戴丝巾，我们飞姐也爱，不仅戴，还要举着各种飞舞跳跃，美滋滋的，真的不要太可爱。小弟看到来给她拍视频，姐更有舞台了。快上一跑，这是飞扬的感觉。Go go go！ 再跑，好，好看！哇，还有我的羊，看是不是？哇！羊太棒了，帅！拍完视频，姐就说自己没劲了，不跑了。结果一看大草原这么辽阔，那还得飞舞一下，摄影师都赶不上的程度，这精神状态谁看了不羡慕？哎呀，刚才那个劲儿没了，跑不起来了。很喜欢他们到这里以后，和当地的小姐姐们聊过一下。略圆润的蒙古小姐姐们问你们觉得我们胖吗？何赛飞和刘晓庆都说是很健康的美，于是就聊到了当地对女性的审美。过瘦的体型在当地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且他们的审美你还这么认为？那这边的男生选老婆都要选胖的吗？媳妇儿胖胖的，家里旺旺的。可能也是真到了大草原了，看什么都觉得辽阔大气。尤其几位老姐姐还聊到她们年轻的时候对女性的审美。我们拍戏那会儿都是自然，你什么样就什么样，为此而去减肥没必要。所以我们那一代谁跟谁长得都不一样。我们那个年代也是啊，就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独特的识别度。再看这几位年轻的草原女性，真是审美同频啊，甚至都要扭转我们被荼毒已久的审美了。对啊，这么昂扬的眼神、坚定的女性，就是很美呀，谁敢说胖？她们眼神里面透出来的都是这种坚毅的、自信的、不言败的这种。你看，那说话都是响响的哈。我们可能平常生活里面都要照着社会给我们女性定下的一个框框，在这个框框里面做人，但他们每天都对着天地，就很敢于做自己，我很羡慕。跟着老姐姐们旅行，有种质朴的旅游观在发酵，看的人身心舒畅。你们说是不是？就是看的、吃的、聊的，都是些很本真的东西。